听闻布鲁斯·韦恩斯坦想要冰块，那个反应速度稍快一些的卡米拉连忙对身边的女孩说道：“塔利亚，套房的酒吧有人准备好的一瓶香槟，就插在冰块桶里，你快去把桶拿过来。”那个女孩回过神来，不敢有分毫的耽搁，便快步跑出卧室。一阵叮叮哐哐的声音传来之后，那女孩便提着一个装满了冰块的铁桶跑了过来。卡米拉赶紧从她的手中接过铁桶，蹲下来递到布鲁斯·韦恩斯坦的当前。布鲁斯·韦恩斯坦原本还想直接塞进去，但奈何情况时再不允许，于是便只能将冰块一股脑的都倒在了两腿之间。原本他以为这些冰块一定能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没想到这冰块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剧烈的疼痛以及极度的肿胀都没有因为冰块而得到任何缓解。布鲁斯·韦恩斯坦的表情越来越痛苦，也越来越扭曲，前所未有的剧痛让他情绪彻底崩溃，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此刻的他哪里还有那个威风凛凛的典狱长的影子，整个人如同一个弄脏裙子的小姑娘坐在泥泞的水坑里哭泣时的神态一模一样。卡米拉下意识地问他：“典狱长先生，您还没有丝毫的缓解吗？”布鲁斯·韦恩斯坦哭着连连摇头，绝望地说道：“快帮我想想办法，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卡米拉也很是慌乱，紧张地说道：“可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啊。”说着，卡米拉下意识地问道：“要不我打911求助吧？”“不行。”布鲁斯·韦恩斯坦下意识地脱口说道：“绝对不能打911，打了911的话，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布鲁斯·韦恩斯坦很清楚，自己毕竟是联邦监狱的典狱长，而且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如果自己今晚在这里闹出如此大的丑闻，被外界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的话，那自己的前途就算是彻底完蛋了。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一个试图搞双飞却差点搞炸自己的男人继续担任联邦监狱的典狱长，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定不会再继续信任并且重用自己，必然会将自己抛弃。思前想后，他只能强忍着剧痛开口道：“去我的口袋里拿我的手机，我要打电话找人来帮忙。”好，卡米拉一听他说要找人帮忙，便稍稍松了口气，连忙去将他的手机取了回来。而此时，布鲁斯·韦恩斯坦想到的求助对象也并不是今天刚刚认识的叶晨，而是他一个在附近医院做主治医师的朋友。电话一接通，他便急不可耐地问道：“马克，你在哪？”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我在医院值班。”“怎么了？”布鲁斯·韦恩斯坦连忙道：“我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可能只有你能救我的命了。”马克诧异地问道：“布鲁斯，你怎么了？难道受伤了吗？”布鲁斯·韦恩斯坦哽咽道：“比受伤要严重得多，现在只有你能救我的命。”马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道：“你在哪？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布鲁斯·韦恩斯坦知道，马克虽然是主治医师，但是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他一个人，而且又没法携带很多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恐怕来了也是束手无策。所以现在最好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自己去医院找他。于是他便叮嘱道：“马克，你仔细听我说，我需要你现在就去准备一间完全隐私的治疗室，千万不能让除了你之外的第二个医生接触到我。你现在就准备，我也现在赶过去找你。”马克连忙问：“那你先告诉我大概的情况，我这边也好有针对性的做些准备，以免耽误时间。”布鲁斯·韦恩斯坦表情挣扎了片刻，还是鼓起勇气说道：“是我的小老弟，他比平时大了，至少2-3倍，或许我感觉他就快要不行了。” Holy shit！ 马克下意识地问：“你是不是乱吃什么药了？”“我没有。”布鲁斯·韦恩斯坦脱口道：“我什么都没吃。”他就忽然像是着了魔一样，我现在感觉他就像是被吹到极致的气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Shit！” 马克爆了一句粗口，急忙说道：“你快点来医院，我去准备诊室。
如果真像你说的大了2-3倍，说不定是要坏死的。你一定尽快，越快越好。布鲁斯·韦恩斯坦也被吓得浑身发抖，脱口道：我这就过去。说罢，他把电话丢到一边，看向卡米拉以及另一个女孩，脱口道：快，帮我穿一下衣服，开车送我去曼哈顿医院。卡米拉下意识地说道：典狱长，您现在的情况，恐怕穿不上裤子了吧？布鲁斯·韦恩斯坦低头看了一眼，内心一片绝望。就眼前这个架势，想要穿上裤子那是不可能了，除非直接搞一条背带裤。卡米拉这时灵光一现，连忙道：典狱长，要不我给你拿一件浴袍吧？行。布鲁斯·韦恩斯坦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脱口道：快去给我拿。几分钟后，2位戴着墨镜与口罩的世界小姐一左一右艰难搀扶着被浴袍匆匆包裹的布鲁斯·韦恩斯坦，3个人急促地走出了房间。布鲁斯·韦恩斯坦此刻的剧痛没有任何缓解，又必须要迈步行走，所以每一次迈开腿都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折磨，就像是有无数根针正在拼命地扎向那里。可是他心里也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再疼也要忍着，绝对不能矫情，否则的话极有可能因为持续的剧痛昏倒在这里。万一自己失去意识，这2个女人为了尽量不担责、不激怒古斯塔沃，肯定会第一时间打911找急救人员过来。那样的话，自己就算是勉强保住狗命，以后也没脸在美国待了。此刻的布鲁斯·韦恩斯坦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意志力，强忍着要命的剧痛，与2名世界小姐一起来到了地下车库。卡米拉开上布鲁斯·韦恩斯坦的车，同时在他的指挥下驱车前往曼哈顿医院。10几分钟之后，汽车终于在曼哈顿医院门口停了下来，而布鲁斯·韦恩斯坦的好朋友马克此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个人推着轮椅在门口等候。眼见布鲁斯·韦恩斯坦的车开了过来，他急忙推着轮椅跑过去将车门打开。此刻的布鲁斯·韦恩斯坦蜷缩在副驾驶上，整个人已经疼得剧烈抽搐和干呕。马克没想到情况竟然这么严重，连忙将他从副驾驶抱了出来。隔着浴袍，他看到布鲁斯·韦恩斯坦那里的轮廓，瞬间惊得目瞪口呆。他下意识地问：布鲁斯，你确定这不是恶作剧？布鲁斯·韦恩斯坦情绪崩溃地大喊：马克，今天不是愚人节，我也没心情拿自己的小老弟来跟你恶作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不能赶紧把我带到医院里面，找一间治疗室给我治一下？马克回过神来，连忙道：布鲁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也太可怕了。说着，他连忙推着轮椅朝着医院内部狂奔。3分钟后，当马克真正看到布鲁斯·韦恩斯坦的患处时，他整个人仿佛见到鬼一样，喃喃道：这根本不可能保得住了。布鲁斯·韦恩斯坦脱口道：你他妈保了吗？你就说保不住，你倒是保啊。马克无奈地摇摇头，连忙拿出仪器测了测血压，看着那高到诡异的数值，忍不住道：血压高成这个样子，你是悄悄在身体里的某个地方装了一台泵，把浑身的血都送到那儿去了吗？布鲁斯·韦恩斯坦气愤地说道：我不是来听你讲脱口秀的，马克，做点什么啊？马克擦了擦冷汗，取出一些准备好的针剂，开口道：我先给你注射一些缓解的药物，看看有没有效果，稍等再给你做个造影，看看有没有哪个部位形成了血栓。说着，他打开针剂的枕头，试探性地问布鲁斯·韦恩斯坦：扎针能忍住吗？布鲁斯·韦恩斯坦双脚使劲蹬在地面上，急促地说道：每1秒都是在扎针，你就赶紧的吧。马克点点头，连忙替他注射了几支药剂。可没想到，布鲁斯·韦恩斯坦疼得整个人青筋暴起，仿佛下一秒就会有异形从他的肚子里破膛而出。马克连忙问他：布鲁斯，你感觉怎么样？布鲁斯·韦恩斯坦咬着牙道：现在更疼了。马克擦了把汗，叮嘱道：再疼你都要忍着，
我必须先给你做完检查。布鲁斯·韦恩斯坦绝望地点了点头，强压住推开窗户跳下去的冲动，让马克帮自己做了几项检查。几番检查过后，马克疑惑地说：“没有血栓，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这也太诡异了。”说着，他看向布鲁斯·韦恩斯坦，严肃地说道：“目前看，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查出什么病因的。不过你现在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如此高强度的充血无法控制，你的组织已经有缺氧坏死的迹象了。如果还不尽快把它切下来的话，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败血症，会危及生命的。”布鲁斯·韦恩斯坦气得破口大骂道：“马克，我让你想办法治治他，想办法让他恢复正常，而不是上来就要把它切下来。你们医院难道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马克认真道：“布鲁斯，你要相信我的从医经验。如果只是普通的长时间充血，我们是有很多种手段干预的。可是你这种情况不一样，这种颜色一看就是组织已经坏死了。坏死的组织是不可能救得回来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截肢患者了。”说着，马克又道：“专业的医生其实一眼就能判断出组织的好坏，以及是否必须通过截肢的手段来治疗干预。很多病人因为不愿意接受需要截肢的现实，所以在我们最开始给出截肢建议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不相信。很多人甚至会拖着残肢游走于各大医院之间，试图寻找一个奇迹。但这种情况下，几乎90%的病人在坚持到最后时，都只能接受截肢。”布鲁斯·韦恩斯坦连忙问：“那剩下的10%呢？是不是遇到了医学奇迹？”“医学奇迹？”马克摇摇头，剩下的那10%死活都不愿意截肢，最后就真的死了。布鲁斯·韦恩斯坦绝望至极地问道：“我不要，我接受不了。你就算砍我下一条腿，也好给我砍下它啊！”马克无奈道：“就目前的情况，我确实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要不我联系一下相关方面的专家。”说着，马克又提醒道：“不过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现在的时间，绝大多数的专家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就算我能找到一个愿意来帮你治疗的人，他赶来的速度也不会太快。所以你介意让我拍一段视频吗？让他们通过视频来帮你会诊。”布鲁斯·韦恩斯坦捂住脸，脱口道：“快点拍，拍得越仔细越好。”马克赶紧掏出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发给自己认识的相关领域专家。很快，他便陆续收到了这些专家的回复，无一例外，每一个专家都回复了相同的2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都是他们对视频内容的惊叹，因为所有人毕生都没有见过这种病情。而第二部分内容几乎都觉得除了手术切除之外，应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所有人的回复，马克都让布鲁斯·韦恩斯坦亲眼看过，这让布鲁斯·韦恩斯坦更加绝望。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出来会一会世界小姐，世界小姐的滋味还没品尝，自己却要变成一个阉人了。崩溃至极的布鲁斯·韦恩斯坦宁死也不愿选择截肢。马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只能对他说道：“一般来说，组织坏死也不是立刻就要接触，正常来讲，你还有24个小时左右的考虑时间。等组织开始溃烂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真的没救了。”说着，他由衷地感叹道：“以前总是觉着男人一定要硬，可今天看来硬可不是一件好事。”布鲁斯·韦恩斯坦脑子里忽然想到今天叶晨跟自己说的那番话，他也说过，男人不硬很可怕，可是太硬了更可怕。这时，布鲁斯·韦恩斯坦眼前一亮，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低语道：“那个姓叶的说的都是真的？难道他有办法治